2015年，乌克兰9点1分政治喜剧《人民公仆》风靡一时，演员泽连斯基因出演总统大火。随后在2019年选举中，他竟然真的成为了乌克兰的总统，把剧本变成了现实。那么泽连斯基是如何从演员成为真总统的呢？故事开始，男主瓦西在家里地位不高，一大早他好不容易抢到家里仅有的卫生间，这时家人却突然要他出来，打开门却发现门口站着是乌克兰的总理。早上好，总统先生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乌克兰政坛风云突变，本来敌对的3大寡头决定不再做无谓的斗争，于是不再操纵选举，而是通过民意选出总统。而男主瓦西是一名历史老师，有一天他在给学生们上课时，却突然被学校通知停课，他的学生要去布置总统大选的投票站。对于学校的决定，瓦西十分气恼，为什么不找其他班级？学校领导说他的历史课没数学课重要。听到这话，瓦西瞬间火冒三丈，他开始发泄对社会的不满，痛诉乌克兰政府的腐败乱象。瓦西说，我们国家的选举就是从2个大傻叉里选一个稍微正常的，然后来为寡头服务。这帮人通过压榨百姓开豪车住豪宅，我要是当总统，肯定让老师得到总统的待遇，让总统过上老师的生活。谁知这一番激烈的言论被学生偷偷拍了下来，传到了网上，引起全国上下的热议，一下子成了网红。很多民众鼓动瓦西借此机会去参加总统竞选，其他候选人对此表示强烈抗议，自己辛辛苦苦去和选民交流，结果却被一个只是发牢骚的历史老师给领先支持率。经过电视剧导演的一顿神操作，瓦西以超高的支持率赢得了总统选举，真的是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就连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都表示对新总统瓦西一无所知。《人民公仆》这部政治喜剧讲述了新总统瓦西和贪腐的政府官员斗智斗勇的故事，深刻揭露了当时乌克兰的黑暗面，受到了大量的追捧。更有资深粉丝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参与竞选总统，就像电视剧中的瓦西那样改善乌克兰的社会状况。而泽连斯基也不负众望，于2016年以人民公仆为名注册了一个新的党派。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泽连斯基宣布将代表人民公仆党参加来年的总统竞选，他从竞选之初就备受关注。2019年3月7日，在乌克兰大选开始的前3天，《人民公仆》第3季开播。第3季的剧情和人物设定明显具有针对性，映射的就是现实总统竞选中泽连斯基的竞争对手。随着竞争对手一一被淘汰，最后仅剩下前任总统波罗申科。这位老政客主动出击，邀请泽连斯基与他辩论，而泽连斯基不仅接下了挑战，还要求辩论要在足够大的体育场内举行，还要有电视台现场直播。辩论中，泽连斯基说，我准备向每一个等不到儿子从前线归来的母亲下跪，我准备向每一个等不到父亲归来的孩子下跪，我准备向每一个等不到丈夫归来的妻子下跪，我也邀请你这样做。随即泽连斯基跪在了台上，而波罗申科也同样下跪，不过波罗申科却是背对大众，面向背后支持者高举的乌克兰国旗而跪。最终泽连斯基的这番言行让他赢得了大选。投票结束时，泽连斯基的支持率高达创纪录的73%。就这样，从一个喜剧演员到上任总统，泽连斯基的履历相当传奇。但是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不断升级，一场新的战争已经揭开了序幕。不论如何，全世界的人民无不向往和平。最后，五哥希望战火早日平息，世界永无纷争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。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